看标签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益生菌每一家厂商它里面的菌种这个重点异位性皮肤炎听过听说会稍微改善，有听过白带吧？就不好闻的味道，会有发炎的问题。那如果是很特别它的生长会让其他的菌种活得更好。假如有的话，那我告诉你，它很特别。大便的时候，它会比较成条，好吗？你要知道，大便成条，粪便成条。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健康，给您最全方位的健康资讯。我是 Yolanda 优姐。今天很荣幸呢，我们邀请到曾义恒营养师。嗨，我是曾义恒，比利哥。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边讨论养生的相关议题我想请教一下曾营养师一般的人他想要去补充益生菌嘛，那他就会想说到市面上啊，到药房啊，或到那个什么药妆店去找产品。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产品适不适合我？那个看标签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对，看标签是很重要的。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一个就是益生菌每一家厂商它里面的菌种是很多，可是我说真的，不要说消费者，就算是稍微有一点懂的营养的人，他看了个菌种，他也不晓得干嘛的，就看得不飒飒，不飒飒，对哈。所以我倒觉得这个菌种的部分呢，实际上才是重点，但是偏偏就不容易理解。我可以很快的讲大概的，如果有这些菌，大概会有什么好处？我现在讲的好处指的都是研究报告出来的，不是我个人讲的。OK，当然我虽然有吃，但是我们还是要所本啊。我认为呢，大部分的菌种如果你看到里面有所谓的嗜酸菌，那它就是所谓的 A 菌。OK， 我就是记得 A、B 菌，反正就小朋友很多，你不够要补，就这么简单。那 A 的部分是什么？增加好菌，是因为益生菌好，可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可以让皮肤的不适合的，就是有点过敏的状态会下降。对，改善过敏，改善过敏。还有，如果今天不小心有吃到东西有菌的，不好的菌的所产生的问题病原菌它会压下去。OK， 你想象就像小朋友吃到脏东西，不会生病，像那样。OK。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是，在经过研究，异位性皮肤炎，你听过小朋友有时候突然会两边红红白白的，有没有？人也会，我们手上那个，听说在 A 菌上的确是会稍微改善。对，如果配合医生的药物会更改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女孩子可能会在意的，有听过白带吧？的阴道的菌丛改变，各位要注意，女孩子的阴道是有细菌的，可是她的细菌如果在稳定状态下，它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有些白色链球菌它过高就不好闻的味道，会有发炎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觉得菌不是用吃的吗？怎么会跟那有关？你错了，有关。这个嗜酸菌属对于这个问题，在很多的研究报告发现，真的是有特殊的这个机转去让它能够产生改变另外，我们说龙根菌的概念是比较增加免疫系统，所以这个免疫系统比较特别，不是外来的病原菌，比较说内生性的免疫。内生性免疫，这个免疫指的有时候是代表说，自己的细胞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不认得了，然后稍微有一点过敏。那如果是发酵乳杆菌的部分呢，它就很简单，它的概念上就是增加这个有益菌的存活度。很特别它的生长会让其他的菌种活得更好，共生，它本身也是共生。对。那副甘酪的这个乳酸菌，假如有的话，那我告诉你，它很特别，就是在研究报告发现，它不但抗胆盐，它还让胆盐跟食物吸附的比较紧，它会让那个你吃下去的东西在吸收的时候，它会有点粘着了以后，它胆盐就卡得比较紧。它的表现就是你大便的时候，它会比较成条，好吗？你要知道。大便成条，我这样说很粗鲁不好意思，粪便成条是好现象。你像羊大便一颗一颗，你才要小心。OK， 那但是它这个东西有个粘度，所以这个如果它有一个副甘酪这个菌种，你只要上厕所不是很稳定，
但它会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它因为吸附胆盐，莫名其妙身上胆固醇竟然有一点会下降，对，对于老人家还蛮喜欢的。OK，如果说假设血糖不好、不稳定，比如糖尿病的不稳定，经过研究报告里面发现，它这种菌种，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副甘洛杆菌，这个菌种竟然会身体细胞比较会用血糖，不是说胰岛素是细胞比较会用血糖，所以间接就是让血糖有效利用，它的糖尿病的症状就比较没有再加剧下去了，不然就越来越严重，不好嘛。OK。对，那再来就瑞氏乳杆菌，瑞氏乳杆菌主要的是这个啦，鼻子的过敏啊，不管是流鼻涕还是阿啾这样，听说在研究报告这一部分这个菌种它所产生的衍生物对这个部分好像稍微有一点辅助性的帮忙。OK， 那另外鼠李糖菌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鼠李糖菌的功能很多啦，就是简单说就是它对于腹泻及水泻，你知道什么叫水泻？是在拉水。对，拉出来不是便便是水，而且一天会上好几次厕所。我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如果水泻加呕吐，请赶快找医生。感觉好像是食物中毒。对，有点像食物中毒，但有些是很严重的过敏也会。那这种就是会脱水，对，电解质会失去，一定要打那个就是所谓的吊点滴啦。那像这个就要补充水分啊，但是你如果吐又拉，那真的没救。但是如果不吐拉久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鼠李糖杆菌呢，对于这种水泻部分就比较不会再这样一直下去了，就止得住了哈。那当然我跟大家讲很重要，在我们营养界都知道这种情况 ，NPO 是专业术语，禁食。答对呀，果然是优姐，完全禁食。我跟你讲，不吃一天不会死啊，但是很注意水也不太喝，对，才叫 NPO，最多就含一含一点点就吐掉，维持口腔的滋润就好了，一天，再配合这种，而这种菌在吃的时候，其实根本也不用配水，好的产品是不太需要配水的了不起就一点点那就可以了，那这个就会好很多。那另外还包括什么？我们天然会有一些毒素，我刚才说了嘛，什么化学物质。前阵子不是还有苏丹什么苏丹对，像这些毒素在身体里面，如果在这种菌种有存在的情况下，它会比较帮助排出。它当然有2个机转，一个是跟肝脏的代谢有关，稍微有协助；另外一种部分是让卡在宿便发酵的部分容易排除。这个宿便在那里，你就容易产生毒素。毒素的表征就是你女孩子看起来身材好像还行，这小肚就很突出，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这一种？或者男生肚子就特别中广，其他看起来也还好，这种就是过度积水，那甚至还会引发出后面的肾脏疾病都有可能。那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排除这个因子把这个不好的因子排除。OK。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说的后生元，这就是比较特别。后生元要提一下，它的名字很特别，叫 M1。简单说，它有对于那种痢疾性过敏会比较多的这个功能。有一种过敏是急性性黏膜型的，就是气喘。我最喜欢的明星，对不对？多年前气喘过世，邓丽君。答对了。为什么急性的过敏？据说这样的产品在很多研究发现说，它对于急性性的过敏会减缓，就是不会那么严重啊。不然它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真的不能呼吸它有它的一些研究报告的背景，然后它也可以处理那些所谓的肠胃道的出血，发炎所产生的出血，似乎也可以稍微把它压抑下来这都是研究报告所显现的。基本上呢，这个菌种大概这几种是比较特殊的那再来是看有没有益生元，有没有加消化酵素，我觉得那还是很重要。比如说了它一定会写淀粉酵素或者是凤梨酵素，或者是什么分解酶，分解蛋白质或者分解这个糖类的，还有一些是分解脂肪的变成小分子的，它是比较促进消化吸收啦。另外，如果它能添加一些特殊东西更好。
抗氧化物类的哦，都天然的啊，比如蓝莓啦、inulin 啊、菊糖啊，像这种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十字花科类的植物，比如说甘蓝菜就是十字花科哦，甚至有番茄提取物，这些都算十字花科类的。但是额外增加其他肠胃道机能的，就是会加下去，这也是好产品。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曾营养师呢为大家分享和解说这个益生菌相关的一些讯息，非常感谢他。谢谢大家，谢谢。喜欢超健康的朋友们，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想知道更多健康讯息的，也请关注太阳星的官方 FB， 请持续关注我们超健康的频道。下次见，拜拜。